今天分享的是爱情喜剧，只是在结婚书上盖了章，说的是不拘小节的设计师小明跟有洁癖的百赖先生假结婚搞笑生活，两人互相影响、互相疗愈的情节。不多说了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截至2020年，女性未婚率高达 17.5%。27岁的阿明确信，他将加入 18% 的行列。阿明遗传了父母随和的本性，完全是个宅女。她对现在稳定的生活很满足，从未想过用恋爱婚姻去打破这宁静。中午时分，阿明和同事们去了家庭式餐馆吃饭。走过饮料台的时候，阿明正好看到一个挺尴尬的求婚场面。那男的呆板地掏出求婚信，对女的说：“我感觉咱俩很搭，嫁给我吧。”阿明心里想，在这家庭餐馆求婚也太没有情调了。结果不出所料，那女的气愤地把水泼在男的身上，这次的求婚也彻底砸了。晚上，阿明的客户邀他吃饭，一落座他就发现，那个求婚男竟是合作伙伴，他叫百赖。更糟的是，百赖见了阿明就盘问起来，知道他单身没男友后，百赖直截了当问人家愿不愿意嫁给他。阿明一口酒就喷他脸上了，道了个歉，阿明跑厕所去了。一个人气呼呼嘀咕，这货是不是疯了？他出来时尴尬发现，百赖一直在门外等。百赖说自己条件多好，对爱情和家庭提不起劲，他就想要个结婚的名分。百赖那高高在上的样子把阿明气坏了，他生气地说：“宁愿我一辈子单身，也不嫁给你这样的人。”然后百赖又倒霉的今天第3次被泼水了。坐回餐桌，阿明的手机响了，是个急事，外婆心脏病发作，送医院了。阿明本想自己去，可百赖一意孤行的跟着去了医院。幸好外婆及时抢救醒了过来，医生悄悄对阿明说，外婆身体情况不太好，承受重大打击，可能性命堪忧。阿明回到病房吓了一跳，发现外婆被百赖彻底欺骗了。百赖对那个梦想着看外孙女嫁人的老人说，他们正打算结婚呢。阿明本来想反对百赖，但一想到医生说外婆承受不了刺激，就只能忍住没说。外婆兴奋地说，那就在我面前签结婚申请吧。外婆真是机智如狐，她这一招可真是助攻王中王。为了不让外婆难过，阿明只得勉强签下了名。离开医院后，阿明严肃地向百赖要回了申请书，感谢百赖送他至医院。阿明提了个醒，心里还是有些感激。你随便求婚找幸福是行不通的，百赖自言自语，无论和谁嫁人，我都不可能更苦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外婆的弟弟邱叔来找阿明。邱叔急匆匆地说，他公司资金周转不开，快要破产，非得卖掉外婆的小吃店换取700万日元周转。阿明明白，那小吃店是外婆毕生心血，他肯定受不了这种打击。结果阿明后来才发现，银行里就200万，完全不够补这个大漏洞。为了凑钱，他一时冲动把家里电器都卖了，连吃饭的钱都开始省了。阿明几乎因饿得晕在公园，幸好一位酷炫滑板少年小宙伸出援手，带他到专卖临期食品的超市买了折价米。阿明买到便宜米，开心到忘了家的电饭煲早卖了。满怀希望的阿明又急转直下失望。正在这时，百赖意外出现在他面前。晚上，百赖带着陶锅来他家做晚饭。百赖听说阿明急缺一大笔钱，很淡定地说，愿意和我成家，就借你500万。阿明疑惑地看着他，百赖慢悠悠地解释他想结婚的原因。原来百赖一直默默喜欢着一个不能在一起的人，他从没期待能和那人成双成对，只希望能一直单纯地喜欢着。为了避免旁人非议，百赖想变成已婚户口，借婚姻遮掩这场无果恋爱。听完这些，阿明心里稍微动了点，感叹地望着眼前这个傻得可怜的男人。但为了500万把户口卖了，阿明还是不愿意。他再次坚定地拒绝了百赖。百赖走后，邱叔打来催债电话，阿明得1周内想办法凑700万。邱叔准备把奶奶的小吃店卖了。阿明发觉自己别无选择，只能答应百赖的条件。挂完电话，他冲出门去叫住了百赖，掏出那张医院签的结婚申请，
决绝的大声喊着：“反正就是给结婚证盖个章，我嫁给你就是了。”画面突然转换，阿明作为新娘子搬进了百赖家。头一天，百赖就定了套细致的同居规矩：出门得假装夫妻，家里互不干涉，谁的事谁干，不能动对方碗筷和私物，更别提喜欢上对方了。一开始，阿明以为自己能在百赖这大豪华别墅享清福，哪料到百赖性格挑剔，老是对阿明这不顺眼那不满意。更夸张的是，百赖每早设100个闹铃吵醒大家，偏偏自己睡得跟死一样。相处几日下来，阿明快被百赖弄得精神崩溃。这一天下班，阿明路过一个出名的点心铺，买了百赖最喜欢的黑豆大福带回来。他用微波炉加热大福时操作失误，差点搞出厨房事故。百赖见状，狠狠批评阿明没按规矩来，私自用他的碗筷盛食物。他带点不满地说：“咱俩其实就是名义上的夫妻，请别做让室友不舒服的事。”阿明长久积压的怒气终于爆发了，他拿着百赖的闹钟怒吼：“害得大家睡不好的明明是你爱赖床！”两人僵持不下，闹到最后各自生气走人。第二天，阿明不想回家，就找借口在工作室加班。他气呼呼的想不见百赖低头，绝对不踏进家门。社长察觉到阿明故作忙碌，就邀他去居酒屋解解闷。在酒劲儿的驱使下，阿明没完没了地向社长倒苦水，说自己的婚姻不如意，还说自己从小就是独自一人，真的受不了和别人同住一个屋檐下。但社长笑着回答：“夫妇俩本来都是陌生人嘛，一起过日子肯定得闹点别扭，只要心里有爱，哪怕天天斗嘴，两人也还是一对夫妻啊。”听完社长的解释，阿明觉得心情好多了。饭后，他打算回工作室消磨时光，却意外发现百赖在那儿等他。原来百赖之前在厨房发现了多出的黑豆大福，这才恍然大悟，阿明并没私用他的东西，其实是想一起分享大福。百赖对还生气的阿明真心道歉，说对不起，我在反思了，以后你来叫我起床吧，我确保再也不会有讨厌的闹铃响起。他话音未落，百赖就把闹钟电池塞给了阿明。阿明被百赖那萌态逗乐了，没想到这家伙沟通起来没那么费劲。那晚阿明正式在结婚登记上盖了章，俩人的婚姻就定了。百赖拿出了那黑豆大福，这是他们同居后首次共同享用的美食。阿明的心里不知怎地感觉甜滋滋的，他笑眯眯地跟百赖说：“以后多指教哦。”为守护姥姥的小饭馆，女主阿明向男主百赖借了500万元。在还完那500万之前，他得不折不扣按照百赖的话行事，成为个称职的约定新娘。随性的阿明和挑剔的百赖的生活方式截然相反，平时互动中小摩擦不断。百赖有次跟阿明说过，他假婚是为了隐藏对心上人的暗恋。阿明老是忍不住胡思乱想，到底是谁让有超强强迫症的百赖那么着迷？难道是辣妈型壮汉，还是动漫里的老婆？因此阿明好奇地向柏树八卦过，但百赖就是不愿意透露实情，他只好忍着强烈的好奇心。当晚下班以后，阿明看见百赖整理他最爱的扭蛋玩具，本想痛骂一番，却意外地见到百赖哥哥大赖拜访。在哥哥面前，阿明勉强压住火气，伪装成和百赖恩爱的样子。大赖向两人透露，他的便当店这周末有个大订单，让阿明抽空去店里帮忙。最开始阿明怕事儿露馅不愿意，但听说能拿到2万日元兼职费，阿明马上眼睛一亮答应了。为了尽早摆脱和百赖的闹心同居，阿明绝不错过挣钱的机会。周末一大早，百赖仔细背了对答指南，叮嘱阿明把问题都背熟，以免假结婚被人识破。阿明得知百赖向家里人夸下海口，说她是一个超级会做饭的贤惠妻子，阿明顿时头都大了。他明白自己的烹饪水平真的一般般，没想到带着期待心情的阿明来到百赖家，却惊讶地看到大赖那朴实外表下竟娶了个年轻又美的妻子美琴。接着阿明就开始在他们的便当店帮忙了。一开始他被美琴和大赖派去后厨处理食材，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阿明因为不太会煮饭帮忙反而添乱。没办法，
只好让他去前台负责结账。当然，阿明也有长处，他教大赖怎么用社交软件推广店子。接着，阿明发现大赖忘了订肉馅，就主动帮他打电话订购了。午饭忙完后，阿明跟美琴聊起了关于吃的喜好。阿明兴冲冲跟美琴说，他超爱吃蛤，跟讨厌蛤的人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。美琴惊讶地说，百赖最痛恨的就是蛤。阿明为了不让美琴疑惑他俩的契约结婚，只好撒谎说百赖现在跟他在一起吃惯了，也变得很爱蛤。天真的美琴信以为真，开心地夸爱情真伟大。美琴一走开后，阿明正自得其乐，还没来得及得意，突感寒意从后传来一道声音，是你跟百赖假结婚对吧？他心头一惊，回头一看是谁在说话。那天在餐馆拒绝百赖求婚的祥子。祥子跟阿明说，他怎么也受不了百赖对婚姻的轻视，然后两个曾遭百赖求婚的女生一起兴致勃勃地八卦百赖去了。祥子含蓄地说，百赖心仪的是个笑得跟太阳花一样灿烂的女孩，你这样的估计没戏。阿明马上感到祥子的话中有刺，这人虽然不想娶百赖，但心底其实挺喜欢她。这晚百赖也回老家了，两对夫妇开心地共进晚餐。美琴笑着跟百赖说，阿明和百赖都挺爱吃蛤的，晚饭特意做了蛤鸡汤。百赖马上意识到自己被坑了，但为了不露馅儿，他硬着头皮吃下了最烦的蛤。然后大赖和美琴开始问这对新人的恋爱故事。百赖跟哥哥嫂嫂说，他就喜欢阿明那不太会做家务做饭的笨拙。阿明这才知道百赖早上说的是假的，让他整天提心吊胆的。阿明淘气地心生坏念头，他嬉皮笑脸对二老开玩笑，百赖真是个粘人精啊，连袜子都得我帮他穿，提笔忘字并一定是每半小时就发信息，内容无非就是爱你喵之类的。阿明每逗一句，百赖脸色就沉一分，最后尴尬地逃离了餐桌。局面突变，百赖和阿明对着美琴弄的情侣睡衣和床铺发呆。为了不尴尬，百赖决定跟阿明对角而睡。临睡前，阿明对百赖说，感觉你哥哥和嫂子挺不错的，特别是美琴，换我是男的肯定会迷上她。这话一出，百赖找借口出去喝水躲开了，直到阿明糊里糊涂睡去。昨天柏树没回来，次日一大早，杂货店送过来了21袋肉馅，给美琴和大赖添了难处。阿明这才发现，采购单上没写买3乘7袋，而是要买3:7混合比的肉馅。美琴和大赖没怪阿明自作主张，但百赖却是脸色一沉。他俩单独一起的时候，百赖淡淡的跟阿明说，这儿不用你忙了，快把病猫带去宠物医院吧，都是因为你，这几天卖便当的钱白挣了，真是蠢到家了，嫁给你这种人。听完百赖的话，阿明又气又委屈，但他还是乖乖的带着名叫年糕的病猫去了宠物医院。在那儿，阿明巧遇了以前帮过他的滑板少年阿宙。阿明情不自禁的跟和蔼的阿宙抱怨，说自己实在是受够了，想要分手。阿宙则温和的笑回，这没啥大事儿，那就分了吧。听阿宙一说，阿明离婚的心更硬了，就算得借高利贷也行，他现在只想快点脱离百赖。回到家之后，明发现自己不在时，百赖竟把扭蛋拿出来了。这人就是这样，爱说伤人的话，但又会在小事上展现温柔。这时候，明在网上看到美琴和大赖打算拿肉馅做汉堡卖，他脑子飞速转着，考虑怎么能帮到美琴和大赖。最终他打算用自己设计师的本事，为便当店搞张推广海报。那个夜晚，大赖美琴忙着备料，坚守电脑的阿明都通宵了。次日一大早，百赖在上班途中遇见了熟悉的人，面带疲态的阿明在派发着满手的传单，试图诱惑过往上班族买下大赖家的汉堡。这时候百赖真的觉得挺过意不去的，阿明只想帮便当店忙，不料自己说了几句过头的话，百赖默默帮阿明分了一半传单去发。他们假扮夫妻后首次合作，竟默契得很。最后大赖和美琴的汉堡火速售空，成便当店的招牌。晚上阿明精心准备的饭菜想和百赖共享，可百赖累到没了食欲。就在阿明稍觉失落时，
百赖结巴着跟他说：“我觉得选你挺对的。”说完就羞怯地逃跑了，只留下一道背影给阿明。阿明不禁露出幸福的微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明带着年糕去复查了一下。中午和阿宙一块吃饭，阿明无缘无故编了个故事，讲述朋友因为钱假结婚，结果现在俩人相处的比原来还好。阿宙见阿明一谈起未来伴侣，眼睛就亮了，深有意味地对他说：“你这朋友，估计是真心动了。”阿宙这番话让阿明心中波涛汹涌，他整天心绪都乱。那晚，阿明在社交媒体看见美琴的照，他笑得跟向日葵似的。这一刹那，阿明像触电般恍然明白，他吞吞吐吐地问百赖：“你弟心上人，不会是美琴姐姐吧？”没料到百赖很冷静地说：“对，我喜欢美琴。如果你心仪的人有主了，你还会去追吗？”自从知道百赖心上人是美琴嫂，阿明脑里老想着他俩恋爱的样子，同时他也好奇，美琴和百赖都是中学同学，那百赖和大赖两兄弟谁先对他动心的？好奇害死猫，阿明一晚上没睡着，半夜起来厨房喝水，才发现百赖也在失眠。他中学同学知道他结婚了，热心的提议办个野餐派对来庆祝他和阿明。百赖不想让朋友们失望，但又怕露馅自己和阿明是假结婚，心里挣扎得厉害。阿明的八卦雷达此时响个不停，要是去派对，就能挖出百赖和美琴中学的趣闻了。这种机会他怎么能放过？最后在阿明的鼓励下，百赖答应带他去参加。派对当天，美琴把阿明带给百赖的朋友认识。从大家聊天中，阿明意识到对百赖其实一点都不熟，百赖在家的样子只是他性格中很小的一部分。心里想着，阿明不知怎的感到了点失落。这时，遛狗经过的祥子注意到了他俩，很不要脸地闯进了聚会。祥子的社交满分，毫不客气地问了美琴阿明最关心的问题：“大赖是你的初恋对象吗？”美琴腼腆地轻轻点头。看到这幕，阿明不由得对百赖感到些许同情。原以为大赖和百赖曾为美琴争过锋，现在明白了，百赖其实没在美琴心里站稳脚跟。聚会结束后，美琴喝多了睡着了，伙伴们正愁着送她回家呢。阿明就跟百赖说，让他送美琴回去。百赖脸色一变，最终还是叫哥哥来带美琴回家。那晚到家后，百赖严肃地告诉阿明，以为让我送美琴，我会感激你，我只想默默地喜欢美琴，不想被人知道，连你也不例外。阿明心里小声嘟囔，就是你这胆小鬼。结果美琴被大赖给拐走了。第二天去上班，客户老田给阿明安排了个差事，去参加各城市设计的招标。这比赛对阿明超有吸引力，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但阿明在城市设计方面不够熟，于是去找在广告公司工作的百赖学习。自从上次的事情以后，原本就不太热络的百赖对阿明彻底冷淡了，总是故意避开他，这让不擅长求助的阿明心灰意冷，只能返回公司。回去后偶遇好朋友阿宙，原来阿宙正想设计个征集宠物主人的海报，特意找设计师阿明帮忙。阿明忍不住赞叹活泼的阿宙，我一直独自一人，真不懂怎么开口求人，好羡慕你那交际本领啊，也想轻松求助别人。没按套路出牌的阿宙没分享交际诀窍，反倒直接戳穿道，我猜没错，你刚提的那个假结婚朋友其实是你自己对吧？这话让直率的阿明吓了一跳，在阿宙面前露馅了。同时百赖拿着蛋糕去便当店给美琴送披肩，他一进店就看到大赖和美琴亲密无间，百赖心疼的像被刀割，留下披肩匆匆逃离了。下班后，阿宙和阿明一起往车站走，阿明忍不住向旁边的阳光男孩抱怨起来，咱俩明明只是假扮夫妻，我那位对我就跟陌生人似的，我心里还是挺失落的。话音未落，阿宙突然来了个暖心的拥抱，阿明还没高兴呢，就看见百赖黑着脸站在后头，阿明顿时手足无措，赶紧跟百赖回家解释去。百赖冷静地说，他俩其实就是假结婚，对方在外头怎么玩都行。百赖表面上不在乎，很大方，
但阿明很清楚，百赖的心越来越堵了。第二天晚上，阿明一回家，就看到门口有双不认识的高跟鞋。不止这样，百赖房间还传出女人的嗲声嗲气：“好久不见了，我们能不能紧紧抱一抱？你媳妇不会介意吧？”听这话，阿明立马吓得脸都白了。那个闷骚冷漠的百赖，竟然用其他女人排解对美琴的思念。阿明越想越气，忍不住跑去棒球场出气。他怒气冲冲，自言自语：“既然想跟别的女人搭讪，那你就别想娶我了。”祥子这鬼年虫不知咋的就站在阿明旁边，把他的牢骚听得清清楚楚。他坏心眼的笑着对阿明说：“看吧，你真的对百赖动心了。只可惜百赖的心里只有他嫂子。”祥子这话添油加醋，直接把阿明气得冒烟。阿明一回家，就看见美琴带着点心跟百赖过起了小日子。美琴看见阿明脸色不对劲，聪明的赶紧走了，留下百赖和阿明对峙。想到百赖看美琴那温柔模样，阿明忍不住喊他：“你怎么就不想自己的幸福呢？别带个根本不爱的人回家，这样你不会幸福的。”不知所措的百赖一头雾水，只能眼睁睁看阿明气冲冲地锁自己房间里去了。一晃就到了阿明参加设计大赛的当天，老田突然出了岔子，急性阑尾炎发作，紧急送医。阿明不肯放弃努力了好久的比赛，决心亲自上台做设计方案报告。站在严厉的评委们面前，阿明深切体会到行外人有多难，结结巴巴半天一句话都说不清楚。就在阿明以为要功亏一篑时，老田手下的百赖意外跳出来担起了报告的大梁。阿明没想到百赖讲演时挺流畅，好像很懂他的设计。晚上回家时，阿明忍不住问百赖怎么这么懂他的设计。原来几天前，百赖通过老田得知阿明要比赛，就一直关注他的作品。百赖温柔地告诉阿明：“你的设计很有吸引力，所以我才能做这么棒的报告。”阿明不禁露出了真心的开心笑容，心想太棒了，百赖还没彻底对我闭心。紧接着，阿明跟百赖一起庆祝投标成功，两人的关系变得融洽些。阿明还是按捺不住问百赖那晚带回来的女性是谁。百赖不好意思地说，那人只是个爱猫的来客。一切误会消除后，阿明回想起他那晚对百赖说的一大堆恋爱观，多想能回到过去改点什么。喝了酒后，百赖比平时更开放，慢慢地跟阿明讲起了和美琴的事。在中学时，美琴常去百赖家的便当店，很快就跟赖爸赖妈变熟悉，成了百赖家饭桌的一份子。百赖不太会和人沟通，经常依靠美琴帮他传话。在阳光又亲切的美琴辅助下，原来班上的边缘角色百赖也交了好多挚友。美琴好比是牵引百赖与人群的枢纽，给百赖灰暗的新世界涂满了五彩，温暖回忆落幕。百赖泪眼婆娑说：“没美琴就没有今天的我。但我醒悟时，美琴已成了我的嫂子，可还是觉得没啥。只要美琴开心，我就好了。我会一直这样守护她。”此刻，阿明心里禁不住想：哪儿找的这么纯真又可怜的男人啊？他明明无辜，却总受爱情之苦。阿明紧拥百赖，这抱抱不同于朋友间的阿宙，而是充满深情的拥抱。因为阿明特别清楚，他已经深深爱上了百赖，爱上了这个爱别的女人的男人。和百赖相处一阵子后，阿明发现自己真的是完全陷进去了，对这个既单纯又笨拙的男生情有独钟，但不敢告诉柏树自己的真心，只能当朋友默默支持。这是百赖第一次用自己的实力交到异性的朋友。他对阿明照顾有加，不但让他用他的碗筷，还老实说我们是好朋友，别客气。这时候的百赖还不知道，自己的话正让阿明的少女心碎成片片。阿明整天收到百盖发来的好人卡，上班后设计工作也碰壁了，心情一落千丈。那个下午，阿宙找阿明讨论领养宠物海报的改动，碰到温柔开朗的阿宙，阿明没忍住跟他吐露心声，说自己违反了跟百赖的约定，先一步对柏树动了心，但百赖只当他是朋友。听到这个，阿宙忍不住笑着问：“那你想和百赖变成啥关系？”他的直白话让阿明醒悟，
其实自己心里挺明白的，百赖怎么可能喜欢他呢？既然这单恋没戏，还是早点放下对百赖的情感吧。直性子的阿明向来言出必行，坚决回绝了百赖朋友的所有好意，甚至那能加深感情的泡温泉旅行也不要了。他立刻就拒绝了。阿明的拒绝太直接了，不小心弄伤了百赖的心。百赖一副可怜样儿，在阿明门外说：“我真高兴能跟你成朋友。”一时太兴奋了，以后不会再打扰你。说到这地步，阿明怎忍心百赖伤心，赶紧跑出去说愿意和他一起去温泉。看到百赖忍不住笑了，阿明只好在心里一遍遍告诉自己：我们只是朋友，只是朋友而已，这只是朋友之间的旅行。可是无论他怎么对自己说，还是不知不觉对这次泡温泉小旅行抱有些许期待。一晃眼温泉之行的日子就到了，阿明兴冲冲去大赖家借车，却瞧见大赖夫妇也正在打包。这个行程其实不是阿明跟百赖的2人世界，结果却变成了家庭出游。阿明本来想跟百赖单独相处，稍微有点失落，不过他很快调整了心态。一路上去温泉旅馆，美琴和大赖这对热恋夫妇一直在秀恩爱，光芒四射，完全没考虑阿明和百赖的心情。为了避免尴尬，阿明只能专心翻阅旅游指南。最后因为晕车摔了一跤，阿明醒过来竟然发现自己正躺在百赖的大腿上，而右手更是被百赖紧握着，死活不放。百赖笑嘻嘻地对阿明说：“咱俩是哥们儿，躺我的大腿上随便你。”常说的悄悄撩妹最伤人，阿明又一次深刻体会到了百赖天然萌的攻势有多恐怖。众人一到酒店就受百赖照应的店主亲自迎接了他们，自然而然的把百赖跟美琴这对养眼的男女搭档当作夫妇，害得一旁的阿明和大赖尴尬万分。场景一变，阿明和大赖先洗完温泉去包间用餐。细心的大赖察觉到阿明心不在焉，问他是不是因为百赖和美琴被误会成夫妻而闹心。阿明迷惑地反问大赖：“你不会嫉妒吗？”大赖笑笑说：“早就习以为常了。他长得平平无奇，经常被人说配不上美琴，甚至有人在婚礼上把他误当伴郎。不过他一点也不介意，只要能跟美琴幸福的生活，他啥都不在乎。”这番谈话过后，阿明对大赖和美琴的爱更是感动。与此同时，大赖和美琴坐在院子里吹风聊天。美琴向百赖透露，大赖真的很爱小孩，可他就是怀不上，心里特别难过。看美琴这样，百赖也心疼，马上说大赖肯定不介意这事，因为他最在乎的就是美琴。没想到美琴笑着回应，正是因为大赖是个能成就完美家庭的人，我才跟他结婚的嘛。我就这样务实。那句话让百赖心里波涛汹涌，导致从温泉旅行回家后，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。阿明看出百赖心情低落，非得拉着他喝酒解忧。结果整过程，百赖只是举着酒瓶发愣，阿明倒是喝得烂醉如泥。那时酒性不好的阿明纠缠百赖不休，取笑他对周围女生太体贴，不懂男女之间的基本常识。百赖作为男性的尊严被挑衅，气得把阿明按在沙发上，看着百赖的嘴越靠越近，阿明用尽最后一点理智把他推开，休得赶紧跑回自己房间。第二天一早，阿明跟着老板去百赖公司商谈，正好遇上要外勤的百赖。阿明知道要见最爱的作家老师，激动地跟去了，把昨晚尴尬全忘了。百赖见阿明写了一堆读书笔记，忙提醒他别对作家期望太高。这会儿的阿明啥也听不进，兴奋地跟作家表白了。但作家对这狂热粉丝不屑一顾，冷淡说他不关心读者感受，他写书就是为了让读者自己理解。作家头也不回地走了，连个签名都没留给阿明。百赖以为阿明会很失落，没想到阿明更加激动了。他兴奋得像个小孩，老师的性格太酷了，虽然和我想的不一样，但我还是超喜欢老师。听阿明这么说，百赖不禁思索起来。下班时，百赖孤单地走在路上，正巧遇到张贴领养宠物广告的阿宙。阿宙给百赖看了阿明设计的广告，还故意含糊其辞的挑逗，强调除了设计，他们还会讨论很多。百赖却没懂这话背后的意思，
大方地说支持他和阿明继续做朋友。这时候阿宙反被激怒，气呼呼地对百赖说道：“你根本不配和阿明在一起。”完全不懂阿明对他有意思的柏树显然不懂这话什么意思，也没当回事儿。回到家后，百赖向阿明为昨晚差点吻上他道歉。他对阿明说，自己那时因为太在乎美琴，有点失去控制了，一直以为美琴是因爱才嫁给大赖的，所以当他明白美琴挑选大赖只为了理想的家庭，他不由自主地对美琴失望了。直到今早听阿明那番话，他才恍然大悟，虽然跟想的不一样，美琴还是那个美琴，还是带给他暖意和光亮的那个他。阿明没料到自己竟然不小心助了情敌一臂之力，只得含泪把助攻送到底了。他对百赖说安慰的话，对喜欢的人幻想后失望，这很常见，因为你真的超喜欢他。听阿明这么一说，百赖感到心情大好。他没注意到阿明的眼里已经噙着心碎的泪水。然后百赖从包里拿出一对婚戒给阿明，阿明这才明白，原来是那次温泉旅行的日子。百赖抓着他的手，其实是要量手指的大小。虽然明白这对戒指只是婚约仪式用的，但阿明的心里还是泛起了点想法。难道百赖真的就没对他有那么点意思吗？他们真的只能当朋友？想到这，阿明就忍不住正色问百赖，如果我违反了合同条款，你会咋样？百赖还没缓过劲来，突然响起的门铃声打断了他俩的沉思。大赖一头雾水闯进来大叫，完了，美琴留下离婚书跑了。百赖和阿明瞬间呆住了。就在前一天，大赖夫妇还在秀恩爱，怎么一夜间就走上离婚边缘？阿明正想向百赖坦白心迹时，大赖意外爆出震撼弹，美琴留下离婚信一走了之。大赖向阿明和百赖透露，他们多年试图要宝宝，但美琴迟迟未育。近期美琴检查发现，她不能自然怀孕。大赖猜测这是美琴出走的缘由。那晚，百赖没睡觉，给所有的哥们儿挨个打了电话，打听美琴的去向。结果没人知道她跑哪儿去了。次日下班，百赖意外在房产店门口碰到了她。美琴死活不肯见大赖，百赖只好暂时把她带回自己家。经过阿明和百赖的温柔追问，美琴最终吐露了想离婚的真正理由。美琴从小就在父母不和的阴影里长大，她梦想的婚姻是夫妻互敬互爱，大事小事一起商量。但面对美琴时，大赖实在是太没主见，连谈到他最关心的孩子问题，也总是说只要美琴高兴就行。美琴心里黯然的自言自语，我都搞不清楚现在对大赖的感情了，我真受不了再和他一起生活了。听到这个，百赖马上表示美琴可以住在他家，不必走。阿明尽管心里难受，还得挤出笑容，装作个体贴的小叔子。就这么最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同居生活开启了。为了让大赖不担心，阿明提醒百赖把美琴安好的消息告诉他。百赖虽然提前叮嘱了哥哥，美琴暂时不想见他。大赖急匆匆跑到百赖家门前四下找人，百赖只得出来把大赖哄回家。走之前，大赖探问弟弟知不知道美琴为啥离家出走。百赖明知故问，自私的没说真相。那刻他忍不住想，要是美琴离了哥哥，自己是不是能有机会？眨眼睡觉时间到了，为了瞒过美琴假结婚的事，百赖和阿明只好尴尬共床。阿明因为离百赖太近而心跳加速时，百赖突然小声问他，哥哥能让美琴幸福吗？和喜欢的人一起睡觉，对方却在想别的女人，这让阿明不知如何是好，只能默默保持沉默。第二天早晨，阿明跟阿宙约了一起吃饭，跟他聊起美琴跟大赖要离婚的事。阿宙马上提醒阿明，百赖可能会忍不住针对美琴，但阿明没把他的提醒当回事。他认为温柔的百赖不会对美琴怎么样。接下来，百赖建议美琴跟哥哥好好说说，没料到美琴回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本来就不存在的东西，谈再多也没用。百赖一下就懂了，美琴从头到尾都不爱大赖。美琴靠近擦眼镜的时候，百赖情不自禁握住了他的手，问，要怎样你才会幸福？这时阿明不巧冲进客厅，正巧看到他俩纠缠的情形。百赖别无选择，
只好停止和美琴的对话。那晚，阿明和百赖都为心上人彻夜未眠。第二晚，美琴跟阿明聊起家庭，听说阿明父母恩爱，美琴很羡慕，因为他爸初中时外遇，导致父母离婚。美琴很恨他爸，所以遇到大赖这种完全不同的人时，毫不迟疑地嫁给他了。恰巧，美琴他爸的脾气正跟挑剔的百赖刚好一样。听完美琴的事，阿明脑海里冒出个疑问：美琴挑了个跟他爸完全不同的大赖，会不会是因为他以前可能喜欢过一个跟他爸性格相似的人？难道美琴以前对百赖有意思？第二天，百赖又回老家去了，问大赖怎么想挽回美琴。大赖沮丧地说：如果美琴不想和我一起，那修复关系也没意义，只希望她幸福，我可以放手。听后，百赖心里冒出一股怒意，他不懂大赖怎能忍着看美琴和别人快乐。话一出口，百赖就懊恼了：哥哥现在不就跟以前的我一样？百赖狼一样逃离了哥哥，一到家就因发热昏倒在阿明身上。阿明全心全意照料百赖整个午后，生病时人都格外脆弱。百赖破例向阿明倾诉了：我始终希望哥哥和美琴幸福，但他们要离婚时，我不禁自私地想，这下我有戏了吗？美琴会不会考虑我呢？就在那一刻，阿明心里难受地想，但愿他俩别离婚，我还想和你继续假装。然后阿明找借口溜出了百赖的房，他找到了那张百赖签好的离婚纸，独自躲洗衣房哭个不停。他的爱情还是默默无疾而终。晚上，阿明去给百赖买药去了，美琴负责准备病人的饭。跟百赖聊天时，他不经意间提到大赖求婚的趣事。起初大赖有个点子，把戒指藏进便当里的厚蛋烧，结果太紧张，不小心把戒指吞了。大赖后来试了其他求婚方式，但都没成，因为总出岔子。有一天，大赖早饭时发现了个双黄蛋，他脑海里突然冒出个念头：就现在，得趁现在向美琴求婚。大赖就是这种随性的人，不管是按计划走，还是临时起意，大赖的决定最后总能带来幸福。旁边的百赖默默看着美琴的笑容，即便心里再怎么不情愿，他也不得不承认，美琴提到大赖时眼里全是爱。就在那一刻，百接到大赖出了火灾事故，住进了医院的消息。美琴和白赶到医院，看到大赖为了救小猫手臂受了伤，美琴担心的泪汪汪，突然给了大赖一耳光，大喊起来：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你总是操心别人，怎么就不多照顾照顾自己呢？大赖忽然紧紧抱住了美琴，霸气地对美琴说：你别想离开我，我想你一直在我身边。美琴这才懂，这就是她想听大赖的话。她不想丈夫一味让步，而是希望他像普通男人一样嫉妒，向他展示占有感。情节转换，美琴解开心结，笑容又回到了脸上。她害羞地向百赖和阿明坦白，要和大赖在一起生活了。风波之后，美琴意识到自己早就真心爱上大赖了。百赖虽然心里难受，还是微笑着祝福美琴，只希望她幸福。百赖愿意继续暗中守护她。美琴走之前，阿明憋不住问她心里藏了好久的问题：你喜欢的类型是不是和你爸爸一样的？阿明话还没说完，美琴就突然插嘴了，严肃地说：什么事都得留个余地，不必非得弄得非黑即白。阿明太单纯，没懂美琴的暗示，就这样看着她神秘一笑走了。这下阿明对百赖的暗恋又回到起点，这场怪异的婚姻还得继续。